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在生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被查出乳腺癌，生完孩子就要接受治疗。我老公当时就请了1年的父母假，在家照顾孩子。在德国，父母假我们也叫产假，对吧？不光是妈妈在休，爸爸也可以哦。每个孩子父母每人有3年的父母假那么长，而且第1年，准确的说是头14个月，可以拿到原工资67%的父母金，这样即使脱产在家带孩子，也不至于完全没有收入。眼下我不是还有1个半月就又要生娃了吗？就跟大家聊一聊在德国生娃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。德国总的来说是对带娃的妈妈比较友好的一个社会，从基础设施你就可以看出来，不管什么地方的公共厕所几乎都有母婴厕，有一个台子可以给婴儿换尿布。这边孩子可以玩的那种小的游乐场，就沙坑啊、秋千啊、跷跷板这些设施，差不多每个小区都有，你大概走个几百米就能看到一个这样的小游乐场。还有德国的公交车和电车都是没有台阶的，门也比较宽，一进车门的区域都是留给坐轮椅的残障人士，还有推婴儿车的妈妈和孩子的。对我来说，最受用的还是德国的托儿所。大部分的托儿所是1岁可以入托。德国嘛，你们也知道，老人大多不愿意带孩子。像我们这样没有亲人在身边的中国小家庭，老人愿意帮忙带娃也靠不上啊。所以孩子1岁就能去托儿所，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德国有很多的大学有自己合作的托儿所，布伦瑞克有2所托儿所是和大学合作的。只要是大学的学生把孩子送过去，基本上应该说是肯定能有位子。而且孩子6个月以上就能去了。托儿所因为不是义务教育，而且一个阿姨最多只能带5个孩子，位置有限。一般情况下要找到一个托儿所，得费点时间和精力。托儿所的费用呢是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来算的，并不是一刀切。当然了，会设一个封顶的金额。我因为还在上学没有收入，所以计算的时候就算我老公的收入。我儿子托儿所的费用在每月235欧，加上伙食费，早饭和午饭都可以在托儿所吃，大概300欧左右。按照收入的百分比来算，我觉得不贵，普通家庭完全负担得起。德国的女性在生产前6周到生产后8周是属于生育保护期，德语叫 Mutterschutz。在这个期间，你不需要从事任何工作，通过医保还能获得全额税后工资。如果生产期间出现创伤啊、多胞胎啊、早产啊等情况，生育保护期会自动延长到产后12周。生育保护期过了之后，还可以申请育儿假及父母假，德语叫 Elternzeit。德国每个家庭享有每个孩子每人3年的育儿假，也就是说，父母双方可以以接力的形式申请最长6年的育儿假，是不是很夸张？不过一般不会申请这么长的育儿假的，因为只在前14个月可以领育儿金及父母金。父母双方能够从德国家庭部收到原税前工资67%的现金汇款，上限是每月1800欧元。对于雇主来说，雇员申请育儿假相当于停薪留职。中国政府也一直提倡要给育儿妇女提供带薪产假，但是在企业里很难落实。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，育儿期间的薪水是企业要支付的，德国呢是医疗保险和政府支付的。其实也是来自于你自己之前一直每个月都在支付的保险和税金。不过申请起来很方便，材料交齐了，每个月的钱就会准时到账。像我这样还是学生的能不能申请育儿金呢？也能，就是金额比较少，每个月300欧元。育儿假结束以后，德国政府还会以儿童金 Kindergeld 的形式给家庭提供补贴，直到孩子18周岁。儿童金是每个孩子每月250欧元。作为高税收国家，德国财政部为育儿家庭提供每年每孩4000欧元的抵税额度，直到孩子14周岁。
针对单亲妈妈、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，德国还提供包括每月每孩187欧元至338欧元的养育预付款，德语叫 Unterhaltsvorschuss， 和每月每孩250欧元的儿童津贴，德语叫 Kinderzuschlag。单亲家庭的孩子找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时候，也会被优先照顾。之前我同学离婚的时候，带了2个小孩搬家到布伦瑞克，他去离家最近的幼儿园问有没有位置，当天就给他安排了。那个幼儿园我也替我儿子问过，园长的回复都是要等新学期有孩子上小学了才有位置空出来，而且申请幼儿园的孩子非常多，不能保证一定能给我们位置。之前我在德国工资一半要交税那期视频也说过，德国是6级税卡，单亲一方是专门的2级税卡，有减免税率。还有医疗保险方面，收入高的一方交的保险是可以包括他的孩子和没有收入的配偶的。我老公就是我们的主保人，我去诊所进行每月1次的产检都是不用额外付费的。所以在德国生孩子养孩子呢，经济压力不算大。